欢迎继续回到新闻大白话，我是王尚志。在国际间关注在南非举行的金砖国家的峰会落幕了啊，那么同时发表了约翰尼斯堡宣言。这个宣言看起来是有备而来的，因为除了有加强包容性多边主义的宣示之外呢，还包括了7个章节，全文94条。可以想象后面幕僚是到底做了多久哦。那外交部长中国大陆的王毅，他特别提到新的六国加入金砖国家之后呢，将会推进世界的多极化势头。最近我们在大白话经常看到这样子的这个字眼哦，当然也包括卢卡申科也提到，西方霸权没有结束，金砖国家峰会的结果会对此有所帮助。俄罗斯也说了，西方如果继续向金砖国家施压，各国会想方设法不屈服。因此，感觉现在金砖国家的部分的这个外交以及对美国的对抗的这个氛围是不言可喻的。当然，这次也关注到有6个新的国家加入了，但为什么是这6个国家呢？合作的机制，因为现在更多加入了，有没有变化？所以可以看到，现在这6国都是世界最具代表性的或发展中的国家。看一下，在中东地区，沙国、伊朗跟阿联酋这里部分，毫无疑问，海湾地区石油是他们最大的资产跟国际经济的方面的力量。伊索比亚则是非洲方面成长最快的经济体，被视为东非水塔，供应了大笔的包括资金跟建设。另外，在埃及也包括，因为有石油还有矿产，同时在北非作为非常关键的重要的地位。所以，在美国方面，《纽约时报》也分析了说，这次的金砖国家的增援扩张，突出了金砖国家的特色，因此呢，有可能会重塑全球的金融还有治理的体系更开放、更多元，那么会受到美国政治和美元力量的影响，就会变得更小了。美国自己的评论啊，那么同时，那么包括环球的部分的评论也包括西方低估了金砖国家团结合作的决心，这是大陆方面的这个评论。当然，这里头有没有中国大陆的外交？除了在金砖国家方面有所斩获之外，来看看印度哈。那么在印度方面，因为习末会的这个部分的对话，所以是不是针对于最受关注的中印边境迁图是有解呢？那么中国大陆证实，现在双方呼吁要妥善处理边界问题，感觉起来谈的部分的氛围还是不错，但是重点有没有具体结果？要知道中印几十年来有时候有结果，之后又破坏了，能不能够长久持续呢？那么中印过往水火不容吗？未来呢？但是这里头，那么有美国方面外交政策的杂志就分析说，新德里正在输给北京，因为印度无法停止依赖中国。这是一个中切的评论呢，还是有点认知作战的味道哈？不知道，但至少他提出说，印度过去3年对于中国的依赖只增不减，这倒是具体的经济数字。此外，也包括是不是扩大 RCEP， 中国向印度招手，那么可以让印度自由加入呢？所以中沙看起来还有不少合作的这个想望跟空间。那么美国在这里头有没有可以再继续利用中印矛盾冲突的机会呢？那么除此之外来看，中国跟沙烏地阿拉伯之间的关系，因为现在中国竞标沙烏地阿拉伯盖核电厂，打乱了美国的布局哈。那么现在沙国考虑让中国来投标，这就使得原来美国在沙国包括能源电力方面长久以来的友好跟布局，是不是被中国也横切而入了呢？那么美国方面的媒体都表示说，这个部分呢向拜登政府施压，这是沙国的动作，迫使美国做出让步哈，以帮助沙国发展核能项目。所以呢，这里头毫无疑问的部分，跟中国方面的尤其跟中核集团的合作之外，这个是不是其实就是沙国对于美国方面的施压？这就使得美国方面还有这里头各方谁进谁退，中国进吗？美国退吗？哈。那么拜登现在各方面跟中国大陆的对话也是非常重要的，都知道雷蒙多就要访问中国了，而在这个当下的时候，可以看到美元武器化的后坐力出现了。中国利用美国制裁而在全球推人民币，包括前面所提到的金砖国家也都宣布了很多用人民币来结汇哦。所以美国的部分常常都是用制裁来进行，那么用美元来当做制裁的武器，在整个全球金融体系也成为霸权。但是这个部分是不是这种情绪恰好可以被中国来把握，把这个情绪呢推动人民币在全国的发展？所以金融战的背后其实还是有各自的
中美之间的战略思路哦。所以《华尔街日报》就提到，中专国家是不是未来会长期主导，慢慢的发展它的地位，而使得美元开始受到了威胁。所以大家都在看金砖国家的发展。那么刚刚提到，美国的商务部长雷蒙多渴望要到中国大陆访问，改善美中关系。那么接下来这可能就是最具指标的一位了。郑亮兄怎么来解读现在中美，尤其在金砖方面的后续影响？这个金砖，我觉得这次的重点有2个啦，一个扩员啊，那它的焦点是在中东。中东，那坦白讲，中东这3个国家能够进来，中国当然是主导性的嘛。对，因为沙特跟伊朗和解嘛，那阿联酋一并进来了啊。那因为它是1月生效，那明年我估计还会有第2轮。就是在扩员的部分，比如说印尼印尼大家都不认为他这次应该就可以搞定了，可是这次完全都没有亚洲的国家，有20个国家申请嘛，那亚洲有4、5个国家都没有嘛，对，所以我认为明年第2轮应该印尼会是焦点，是。那第2个就是通过了俄罗斯主导的那个，就是希望建立金砖自己的支付机制嘛，是，而且是非美元的那他已经交付这个工作，说下次要提出方案。对，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会冲击到美元的因为美国就是把 SWIFT 的武器化嘛，然后你随便升息，搞到人家美元债务都不知道怎么办。对，然后你也借由 SWIFT 在管控人家的外贸流向跟外贸的数量，所以很多国家坦白讲，对俄罗斯这次的遭遇是很担心自己就是下一个，没错，所以我认为这个大概是最优先的任务，对，就是金砖要整合出一个支付机制是。那我觉得这个对 SWIFT 会是一个空前的挑战当然这个也要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因为 SWIFT 目前有11000家银行加入嘛，那金砖支付机制我认为一开始最多大概就4000家左右，是。可是这个就会开始扩散。因为他不是要挑战你，他是说2个并行。对，那搞不好未来还会有欧洲国家加入了。那美国就真的就碰到一个强有力的对手了那当然这个有一些国际的背景如果不是你美元把美元这样独断的升息啦，然后把 SWIFT 武器化啦，对，那我觉得大家也不会那么感同身受啦。那当然长期以来对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贷款动辄附加条件，这种刁难，很多国家也很有感对，那当然还有一个积极因素了，就是要有一个国家愿意出来撑这个场嘛。没错，那个国家就是中国嘛。所以这里有很多条件，就是突然汇聚成熟了，所以才使这个东西能够足以成功这个在以前很多人都想过了。对美国不满已经很久了啦，各自不满，天下苦美久矣啦。可是你要让很多不满的因素在这个时候都汇聚上来然后让中东的国家、俄罗斯，这个都是比较有实力的国家嘛，他们都愿意进来，没错，这个不容易显然就是一个因缘际会，然后中国愿意担这个局嘛，所以我觉得他们一开始比较谨慎为什么只选6个对，因为你金砖银行成立。你也不能够冲进来一大堆人都要钱对，你要考虑你的资源问题对，那我认为这里面有2个是这个真的是极需要这个银行救助的啦，一个就是阿根廷，另外一个就是伊索比亚，是。事实上伊索比亚进来大家有点意外，对，可是我觉得他们就是要 demo 说我们的金融协助的过程，保证跟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是不一样的，他要展现出他的逻辑。没错，没错。有明兄，我教国际组织几十年了。90年代在教国际组织，在大学里面的时候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很无聊，就联合国体系然后呢，布雷顿森林体系是。那其实就是完全是美国西方主导的国际组织的这些概念。对，它也虽然建构了很多理论进入到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亚洲地区的国际组织就开始出现了。是从 APEC 到这个 ASEAN Plus3 到 RCEP，就广义这都叫国际组织了。对，那你就开始看到
它慢慢的有一个区域性的这种主张。那欧盟开始的发展，这个 R 就是说金砖呢，到现在增加6个会员变11个会员之后啊，我必须要讲，这是交国际组织的那种兴奋剂了，新菜色，应该是说它是一个 game changer，对，是，它是个改变游戏的出来的。因为以前我还刻意去找很多一些这个开发中国家的国际组织，有啊，是，但都没有太大的意义，你知道吗？就是一个 OPEC， 大概就是个对话平台。OPEC 就是这个输出组织是唯一例外的。对。那约翰尼斯堡宣言呢，我就有3大重点。他提到了什么东西？他提到了布列敦森林体系应该要改革。这讲得很直接哦。直接，意思什么意思？2个东西，有一些官员你必须要让开发中国家的人去做这个领导人。对。第二个，你里面的那些产权这个结构哈，其实你不能够这样子做。也就是它不是你西方的了，它应该要就是说全球南方国家能够参与到里面，那这个就改变全球的金融治理。所以布列敦森林体系它就完完全全用这个用语哦，在他们的这个5个国家的约翰尼斯堡宣言当中。第二个，它是要求本国币支付体系，刚才郑亮兄提到，要这些财长跟中央银行行长回去研究。这个还包含明年1月1号成为正式会员11个国家的财长跟行长会加入到这5个国家。所以到明年正式开会之前，超过半年以上，这11个国家的财长行长会去研究一个支付系统，对，本国币交易的方式，对不对？你不要忘记在这里面很多产油国家在里面了，是，对不对？那油跟油之间，或者是说这个产油国跟全球南方跟金砖组织国家之间的交易，是不是就用本国币了？是，这些都会带来很大的改变。是。第3个，他讲到反殖民、反霸权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立场那雷蒙多的访问，我觉得其实要看，因为这1-2天一直在登美国会不会延长台积电跟三星对于中国大陆这个晶片公司出口的这个豁免延长1年甚至更长。对，也就是说，他们觉得大概这个成熟制程的部分可能不要卡得太紧，对，因为会造成供应链的紊乱，然后呢会影响到拜登明年的选举。是，这就看看雷蒙多在这一次的访问能不能够谈出什么东西。是，将军，这次的金砖会议，我觉得有一个亮点就是这个习近平跟拜习见面，跟那个莫迪见面，那讨论的是中印边界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僵持很久了。那我想今天我来为这个问题替各位做一个分析说明。这2个国家为什么会有边界谈判纠纷？我们当然知道有历史的因素，英国当初离开的时候没有把它划分清楚，对不对？造成这个原因。但是大家要记得，就是在1962年的时候，这个中印边界曾经发生过战争。战争那个结果状况打的是怎么样呢？是中国一举把印度的最精锐的部队给它打败了，打败以后占领了印度的土地，然后中国自己主动的后撤。对不对？退回到后面就没有占领印度的土地，自己后撤。那从这个动作里面，我们要知道，几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就是在《孙子兵法》里面讲的，就是道天地将法，特别讲一个地。地是什么呢？我们现在经常讲，就是地，在我们军事上叫第4兵种。对。第二个，我们也经常听到，就是一夫当关，莫夫莫敌，对不对？这个地形是非常重要，对我们军事来讲是非常重要。那共军当年1962年那次跟中印边界冲突的战争，他会退回去，你想他会退回哪里？他一定退回对他军事上面防守有利的地方，所以他占领了几个地方，在东边这边他占领了阿塞克钦，对不对？克里米亚那边阿塞克钦，然后在西边西段这一线，东线这边他占领了洞朗这个位置，然后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去年跟这个跟2017年那次的边界冲突，也是在这2个地方发生冲突。是，那为什么会发生冲突呢？因为这2个地方对印度来讲，就像是那种一把利剑悬在你头顶上的那种意思是一样。我先讲洞朗，洞朗它有一个走廊叫西里古利走廊，那条走廊很窄，它只要一被切断以后，
整个什么阿塞姆邦啊那些这个印度的东北部那个邦就被切断了，是，那甚至可能会闹独立，所以印度非常紧张这条走廊。那一年的洞朗冲突就是解放军在那边盖马路，对不对？盖公路，我们都知道盖公路跟盖碉堡。那就是有可能向那边征兵，如果向那边征兵的话，印度就威胁到他东北那6个邦的安全，所以就会发生这种争执冲突，领土上冲突。那第二个，2020年的时候发生争执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就是阿塞克钦这个地方，是这地方其实对印度来讲是居高临下一个地理要事，因为我打赢了，我退回来，我一定占领有利的地形，先占领到。对，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其实解放军来讲，对印度是先占领的有利地形。那印度来讲是深感受到威胁，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中印边界势必是会发生这种争执冲突。那双方来讲，现在好像已经进行军长级的会谈，各自退后5公里。那在这种状况，我希望说是中印边界不要兵戎相见了。那双方还是以经济发展。如果真的兵戎相见的话，双方来讲要经济发展的话，可能就更困难了。确实是，请您稍微休息片刻，再回到新闻大白话。欢迎继续回到新闻大白话，我是王尚志。果然跟电影一样，果然跟预言一样。那么瓦格纳的首脑普里格金呢，终于是不是还是因为反普京而被坠机了呢？那么现在其实国际间众说纷纭，我们在这一节大大的整理一下。首先听泽伦斯基的说法，泽伦斯基是意有所指，他这么说：我国是指乌克兰，与此事没有关联。我想人人都知道涉及此事的是谁。那么看《纽约时报》，《纽约时报》就这么说了，标题上就是说可能是普京下令杀普里格金啊。现在大家都在揣测，而这里头也包括跟普京以及跟普里格金关系好的白俄罗斯总统，那么亲自是这么说。他说，普京亲自提醒普里格金的有暗杀计划，所以这里头稍微有一点点悬念啊。那么卢卡申科是这么说，早就已经收到了深层次的情报，说有人要暗杀普里格金你过去竟然要反叛，那么告诉了普京。普京就把消息告诉普里格金，说有人要害他所以这里头是不是有一点要脱套的部分的意思呢？但是呢，他说普京，而且他也进一步说明，普京是精于算计，冷静莫忘了普京是KGB 出身的行事非常缓慢的人，所以他没有办法想象会这么快做这个事情。但是无论如何，现在针对于外界都在揣测说是不是普京出手的，克里姆林宫否认下杀手，他说完全是谎言。包括佩斯科夫呢，在他们的外交的体系当中也表示说，从特定的整个西方猜测是从特定的角度出发，子虚乌有，完全是谎言目前是正在进行官方的正式调查。当然，英国是这么认为，现在到底死了没，也都还没有最后证实只说极可能，但是没有明确的证据。那么在美国方面的部分，则有情报说，这次的坠机呢，不是飞弹，是内部爆炸。那么最近现在开始听到很多说法网络上我在中国大陆的论坛看到很多说法，包括红酒说，来看其中一个，这个都没有证实说现在是俄罗斯的社群流传说，飞机上放了一箱昂贵的红酒，这是普里格金要送人的礼物，而炸弹就放在这里，可在这里后就可以把发动机炸掉嘛。所以呢，目前美国方面的官员则是提到，现在就各方面的公开谈话研判，普里格金应该已经死了而这整个过程，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影片有一些网络上流传远拍的画面，真的像电影《教父》那样子。你说壮烈吗？你说悲壮吗？你说凄惨吗？所以呢，退役机师有提到说，整个过程从出现烟雾开始，很有可能是被飞弹击中，最后下坠，最后坠地爆炸所以现在黑盒子宣称已经找到了，那拜登也说，美国自己也在尝试调查原因。当然，现在黑盒子能不能够对包括这里头提到的，要对于普京的是阴谋呢，还是普京的部分是一个反白呢？所以这个还是说，最近其实是当事人诈死，各方面的说法，现在至少确定有找到10个遗体10具遗体，还有飞行记录器。目前正在开始展开调查。克里姆林宫说，现在 DNA 检测还有好多的市政
没有办法在很短时间能够出现答案。当然，网友的热议最多，中国的网友是说：“哎呦，大概率没死。”保住了性命，从此隐姓埋名。好，自古以来，在中国历史上都有很多江湖的说法，说杨贵妃都没死了哈。所以克里姆林宫说，其实谋害普里戈金的们绝对是谎言，因此没有办法确定普京是不是出席丧礼啊。所以目前整个状况也说，总统很忙，普京非常的繁忙。张亮兄怎么来看？是阴谋论呢？大家全世界各国政府都在猜测呢。现在，我这个因为没有人拍到飞弹的轨迹啦，对，因为飞弹轨迹应该不可能没有证据了，对，卫星或雷达都有在观测嘛所以比较可能真的就是你刚刚讲的，是飞机被装上爆炸物，内部爆炸，而且爆炸的幅度也不严重，它可能就是伤害了动力装置所以坠落，因为我有看到一个资料是 Flight Radar 这个飞行的雷达。他说，他从28000英尺，在30秒瞬间跌到了2万英尺，骤降，对，然后就失控了，对，那就直接落地面这样那因为我们要去想说谁可能干这个事那这个好像在办案那我们只能够从谁获利最大的角度来想嘛，对不对那获利最大的，我坦白讲是乌克兰因为事实上瓦格纳在白俄罗斯那个位置距离基辅只有100公里，是那第二威胁大的就是波兰跟立陶宛嘛，因为传很久了说，因为他比较激进嘛，他是不是会出手？对那当然，如果不是国际的因素，当然也有人怀疑到，因为瓦格纳也在非洲啦，对，尼日的政变他也有参与，是那尼日的政变违反到谁最大的利益？当然是法国嘛。想插他的人还真不少他本来就是然后如果是国内，对，国内他素来跟国防部的绍伊古不合嘛，是，那国防部里面也有很多人反对他的路线，觉得他是不是太激进，会把俄罗斯卷进去跟北约的冲突，对所以国防部里面可能也会有一些比较务实的，认为要稳扎稳打的力量，对他不服了是。最后一个当然就是普京嘛，普京是不是透过特工的手法把他干掉，觉得他不听话坦白讲这个尤其是美国的媒体美国北溪1号爆炸的时候，隔天也都是认为是普京干的那后来发现都不是这样，对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的复杂程度，因为如果是飞机被放上爆炸装置，那就各方人士都有可能，就是透过特工的方式，谁把这个炸弹给放上去嘛？如果他是被飞弹击落，那反而很容易指出谁干的。是那因为他不是嘛，他是被装了爆炸装置。对，那总要有人搞定机场人员嘛。是，所以我认为这个应该要调查并不困难。因为历史上发生过了，比如说那个我们叫那个克什米尔的公主号是那个事件，也是。那周恩来就刚好没有搭上飞机，对不对？对。那整个飞机在空中解体被炸掉所以这种东西事后大概都调查得出真相啦。是。不过恐怕在俄乌战争结束之前，我们不会知道真相了。是。文兄除了一方面在看这个，大家都在追推论原因的话，它的影响性可能会是什么？我先来延续刚才郑亮兄所讲的。对，如果说俄乌战争结束之前我没办法知道，那这个还可以继续推论很久它应该不是飞弹，不管是个人反空飞弹或者是防空飞弹，对，因为它28000英尺，其实个人的反空飞弹打不到那么高。对，那防空飞弹的话，它掉下来的残骸没有任何什么，就是说多弹头那个被就是击中它的这个机身的。对，那而且看它掉下来的时候，这样子快速的失速，这个掉下来，然后呢，刚开始的时候有白烟，所以应该是有个内部的爆炸，所以内部爆炸大概就很清楚。是这10个人，这个叫做传奇600的这个商务机公务机，那10个人都死亡，里面有一位空服员。那这位空服员他在上机登机之前，他在 Telegram 上面都写到说有一些 delay， 对，因为有一些维修
啊，所以这个里面大概就有很多喵蜜了哈。然后谁可能会做这个事情？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我们倒过来，我跟这个郑亮兄，我们倒过来，我觉得普京去做这样一个事情哦，真的有一点好像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对，而且他如果真的要杀这个普里戈金的话，他可以用别的方式，他可以用别的方式，对，那不要用这样子的方式。那这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哦，这个普里戈金跟他的 number two， 就真正普里戈金是喜欢做公关的，对，他战略军事不是那么懂哈，他以前是做混混，然后呢做厨子的，对不对？然后呢维持了因为普京的关系，然后让他出来做这个佣兵组织瓦格纳。那最主要是那个乌特金啊，那是真正的总教官呐。乌特金居然也在飞机上。对，你在没有政变之前都知道这两个人不应该在同一班飞机上，没错没错。结果政变之后，你这两个人还在同一班飞机上，是，我就觉得好特殊哦。算得这么清楚，掌握到这么好，那这样子的话，我倒是觉得普京如果要求说特工去做这个事情，这有一点太明显，那会不会别人就很难推论哈？是，那比较大的影响是，很多人说，瓦格纳会不会就消失了？不会的，佣兵组织怎么会消失呢？在西方这些国家，佣兵组织真好用啊。对，一方面是赚钱用，另外一方面是作为一些不方便的这些作为，对，不管是在非洲、在中东。第三方面佣兵还有特别是我觉得在俄罗斯的这个情境当中啊，佣兵组织瓦格纳有一点像鲶鱼，也就是说，因为这个俄军呢太庞大了，对，他有的时候那种官僚体系啊，或者是这些，他需要一个组织来去刺激他，那这次真的是刺激到了，然后呢，所以呢，这个瓦格纳会继续的存在，是，但可能会更如这个俄罗斯国防部或者是普丁的这个想象，去发展他的这个道路。是，易阳君，这件事情我们其实不要光就8月23号当天发生坠机，我们要看前2天发生了什么事。8月21号的时候，美国跟这个在白俄罗斯的居民讲，他们侨民讲说，叫他们尽速离开白俄罗斯。是，忽然就有发布这个新闻，就代表说美国知道说你白俄罗斯会出事情报。然后第二个，这架飞机在哪里出事的呢？它是从莫斯科飞往圣彼得堡的中间出事坠毁的。对。然后8月22号，就是21号，美国警告白俄罗斯的这个美国的居民离开嘛。22号那天，这个普里戈金在中非，他什么时候拍的影片不晓得，但是他那天发布一段影片，就是他在非洲身上还带着弹夹，说要这个捍卫俄罗斯，对不对？要伸张非洲的正义，要继续在那边募兵。这是22号。对。然后23号，他就从莫斯科搭飞机到圣彼得堡，中间飞机坠落。对。那时候谁在圣彼得堡呢？这个普京在圣彼得堡。也就是说，他可能我自己是研判，普京既然在圣彼得堡，他又坐飞机从莫斯科要到圣彼得堡，是不是他接受普京的电话，叫他到圣彼得堡，而且还叫他带着参23。我们军中参3就是那个乌特金嘛，就是参3负责作战。另外那个名字不晓得的那个是参2，叫情报。参23通常是作战里面最重要一个负责情报，一个负责作战的，然后一起上飞机。那在这种状况之下，我觉得说普京对他动手的可能性有没有很大？我个人是研判还是很大。你不然你飞去圣彼得堡干嘛？普京那时候在圣彼得堡啊，是对不对？第二个，我觉得事后我们再来看事后现在这个卢卡申科他立刻就切断了这个瓦格纳部队所在的地方所有网络，让你们这些部队没办法对外通联，也没办法彼此互相的联系，而且还派军队把这个瓦格纳所在的地方重要道路围堵起来，让你们群龙无首，也没有办法互相联络。那我是个人站在比较一种，如果按照这几个情节来推断的话，我认为卢卡申科也是跟普京2个联手设计了这个阴谋，来这个要把他干掉。现在还有一个状况最新的一个状况是，瓦格纳军团有没有人来接替？有普京已经派了一个接替这个普里戈金的一个领导的一个军事将领来接替这个瓦格纳军团。是。这里我小补一下，因为白俄罗斯必须实施紧急状况，是因为有人扬言要
行军莫斯科，是要去找凶手，对，所以他就禁止他行动啊。对，那我再补另外一个事实啊，8月24号是乌克兰独立日，所以这个时间序上还是有一些。我们来看看下一张戏剧啊，金砖峰会在告诉大家说，中国大陆在其他的非美国的西方系统的结盟里增加了6国之后，会有哪些影响力？外长王毅直接说，这一次金砖机制的蓬勃发展是南合作平台的拓展，是世界正义阵线的扩大，同时是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重要里程碑。所以宣言里面告诉大家，要鼓励用本币贸易，这很重要了，要把所谓美元为世界货币的这样子的领导地位打破它。会后在约翰尼斯堡宣言里面告诉大家金砖国家跟贸易伙伴使用本币来贸易替代美元，同时呼吁改革布林顿森林体系机构。在中非领导人对话上面强调的是什么？中国下个月在 G20 上面也会有积极的行动，推动非盟成为G20 的正式成员，所以正在扩大影响力这些很多过去曾经都是美国的敌人，现在集结在一起，那他们要做什么呢？去美元是第一，接下来马上进行在经贸上面，连阿根廷的出口贸易都完成了首批由跨境人民币来支付。但除了人民币，还有当地的货币，非洲、中东的货币有没有可能替代？还有一段时间，但是显然这样的推动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所以《华尔街日报》就报道了，他认为中国竞标在沙烏地阿拉伯盖核电厂这件事情已经打乱了美国布局。其实从金砖之后，整个布局美方也都在做因应啦。当沙烏地阿拉伯说要投资盖核电厂的时候，中国来投标，那么让这个美国在沙烏地阿拉伯本来布局有一些谈判包括核扩散这种条件的时候，都是掐着沙烏地阿拉伯的条件来，包括军售等等的条件，现在都变成了筹码越来越多，不一定要听老美的哟。华尔街日报说，曾经坚定站在美国阵营的沙烏地阿拉伯，现在继续推动的是跟中方的竞标。这个所谓标志着是什么呢？地缘政治又一次的转向中国，其中伊朗当然是指标了伊朗过去不止美国讨厌，对抗他。抵制他、制裁他，连中东国家通常也跟他是通常为敌，或互相有一些战事评人的蛮多，但这一次他却加入了金砖国家，所以美联社特别分析，到最近包括伊朗、沙烏地阿拉伯、阿联酋都纳到一个经济政治组织里面，对他们来讲根本难以想象，好吗？过去是互相打来打去，美国还可以见缝插针的，现在居然一起联合加入了组织，而且遭到美国制裁的伊朗被金砖接纳，他们认为中国才是关键。因为有关石油超过50%全球的石油来源的这样子国家的联盟，美国最高军事首长密利就说了这个地区对美国来说非常重要，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攸关到石油和能源供应，大家都知道但怎么解决，现在可能美方只能严阵以待咯。那比方说中印冲突好了，过去常被拿来挑唆嘛所以现在居然也可以进行首度当面的讨论边境问题，不再水火不容了吗？那么一些外媒的报道，比方外交政策等等的，就是说印度无法停止依赖中国，印度对中国的依赖在经贸上面，甚至在刚刚讲到的很多合作事项上面，都可能只增不减。所以这场谈判上面，习近平是不是占上风呢？那王受文当然是中国大陆的商务部副部长他说，印度可以自由加入 RCEP。所以此举可以促成非常快速成长的印度跟中国贸易，中印越来越近，跟中东国家也是的时候，美国呢多布据点要因应对抗这样的状况啦。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说，美国重申理念，各国可以选择交往伙伴和团体，然后没有直接杀球啦，但是尊重之后也要因应所以立刻又将跨大西洋5国的商业机制加入了一个国家，叫做意大利。意大利相对反中，大家知道的。所以这一次意大利的总理梅洛尼也在传统外交战略中纳入了大西洋主义。不过还有一个国家塞尔维亚很受关注。我们来看看画面这个画面是美国第一次很久长期以来没有见到的画面，加入了跟塞尔维亚的军演联合展开训练，被形容是一个世纪和解。我们没有忘记五区曲过去是怎么
么批评美国对于塞尔维亚想要企图的控制啦，或者是挑拨啊，而现在是不是也产生了和解呢？所以塞尔维亚可以让美军加入一起来训练，看到这个直升机起降等等这些训练，还有一些长期的合作在军事上面，似乎也产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联合军演之后呢，还有菲律宾也一样宣布要跟菲律宾巡逻南海，不管在哪一个地方。美国警长还是新的一个和解的对象，两方都在做一些策略的这个合作跟联合。帅将军，这个塞尔维亚以前是被美国利用过，又被出卖过的，所以现在又回去搞这种小演习。塞尔维亚自己老百姓有点记忆的话，就不会太认同，只是迫于无奈。是。第二个，这个金砖呢，掀起了世界的一个大变局，因为美国利用这个美元霸权呢，到处在撸羊毛。你买美元要被汇率杀一次，你卖美元又被杀一次，他睡了觉躺在床上就在赚钱，所以这个东西啊，美国在外面流通的有80兆美金啊，美国的外债有30兆，所以现在每个国家都感觉到受你剥削。今天总算有一个带头羊能够站起来说，我搞个金砖，那可以用本币交易，你说那谁不想进来呢？这第一个。第二个，金砖最大的吸引力是什么？俄罗斯的油，俄罗斯的小麦，对不对？对开发中的国家是不是一个重要的资源？是。那中国大陆的制造业，中国大陆的基建狂魔是帮助人家国家脱贫的东西。第三个还缺一个 money 谁呢？沙特、沙乌地、阿联酋满把的钞票没地方投资，因为美国没收俄罗斯的这个私有银行，沙烏地不害怕，他在全世界到处都摆着钱，翻了脸一下被没收怎么办？而且他除了使用没有别的东西可做，他就要靠投资。所以这三个结合，石油、钞票、技术、资源，这个结合对很多开发中国家是致命的吸引力啊，对不对？所以你看这次扩容。一共11个国家，有6个国家跟美国都有仇的啦，都被制裁的啦，所以同仇敌忾嘛。所以你不是看前一天印度还逼逼调调，有的这个反抗，有的这个异议啊，希望变成常任理事国，我们是创始会员，中国大陆理都不理你。中国大陆有40%的投资在这里，你有几个钱投资啊？所以这个就有点像股东会，谁是大股东？谁是小股东？所以印度也没话讲。印度为什么会不太高兴呢？因为进来的伊斯兰的国家越来越多，沙烏地、阿联酋、伊朗，对不对？这个将来还有利比亚，还有印尼，那印度就要跟伊斯兰是不合的，因为印度有迫害很多回教的这个国民呢，所以可以预见在金砖里面，印度起不了太大作用。所以最近跟边界问题要跟习近平好好谈谈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态度的转变，我跟各位讲，完全看实力。你有什么实力讲什么话，有什么实力做什么事。但是你一下子想打倒美元霸权也不太可能，因为你人民币的占比还是很小，要慢慢做起来。下面就是它扩容的第2阶段呢，印尼这些加入了，它的实力更强。还有一个不要忘记，委内瑞拉要加入的话，全世界60%的油是掌握在金砖手里，而不是掌握在你美国手里。所以世界的军事经过这一次变化，那可以看得出来，东升西降是应该看得到了。何况以前我们学战略都知道，布里辛斯基讲的，伊朗、中国、俄罗斯3个联盟的话，陆权国家慢慢就起来了。所以海权称霸了200年，现在也该风水轮流转了。所以大家可以往后看10年、20年了，美国就不再是像今天这个单极霸主了。你看，习近平讲了一句话很有挑拨性的，他跟非洲的兄弟讲：“我反对殖民主义。”非洲国家都是被殖民的，次等公民。次等公民，人家法国人把非洲的老百姓当矿工，因为你那边有矿嘛，钱不给你啊。所以这句话你看，可以将来非洲的市场绝对是把美国人给踢出去了，不一定加入到金砖，金砖也要看啊，你有没有条件啊，对不对？你
现代化，或者是你的经济到某种程度，我不能一下子通通容纳这50个国家来了，僧多粥少，我那点钱通通分光了，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啊，但是可以看到星象在这边。南非开会的时候，50几个非洲国家跑去听呢，对吗？有兴趣啊，所以你想想看，将来美国想在非洲做什么事，门儿都没有了。是教授，所以金砖国家这个组织的成型跟结盟，等于是一个世界新秩序的历史时刻。其实我们还是回归他们这个金砖的合作，就是我们讲南合作。那过去一直在讲说南北对抗，北就是所谓的已发达国家，经过工业化国家，他们形成一个掌控全球经济命脉，具有秩序规则，他们定对规则资讯，然后。他们甚至高素质的人才，他们感觉就是掌握这个世界的脉动。但是南合作就是有许多国家是在过去虽然是我们讲低度开发，进入到开发中，慢慢的他们拥有足够的资源人口。你看金砖5国09年成立，10年南非加入成为5国，他们占有全球26%的面积啊，这5国有26%面积，42%的人口左右，这代表说它而且现在继续成长。接下来6国进来了，这个完全在扩张，它变成是很大的一个经济命脉跟体系。好，更不用讲说刚才将军讲了，里面还有很多国家是具有资源的。我们来看好了，其实这次进来的伊朗它是占有全球天然气第2大的，然后呢，它在这个石油的这个出口了，仅次于俄罗斯跟沙烏地阿拉伯。它不但加入了这个金砖，它在去年加入什么上合会啊？它在安全上面跟中国走在一块了，在经济上面又跟中国这个在走在一块，这对美国人来讲是很大的威胁，是很大的威胁。而且中国又替沙特跟这个伊朗的关系又恢复了，这代表说什么？代表第一个就是他们对以美国为主的西方霸权干预他国内政这些国家开始展现一个不满，而且他们不满不只是嘴巴讲，他们用行动来给你做给你看。当然，我们不会讲他们结盟了，因为彼此之间还有很多的问题在里面，不可能结盟啊。我不能说现在不可能，未来不知道啊。我们要讲话是要这样，但是在经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来，在金砖5国接下来扩增之后，所有这样接下来沙烏地阿拉伯阿联酋、伊朗这些石油的这个主要生产国全部加入了。那未来中国大陆在里面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们运用这个所谓国际组织，让这些国家可以什么，在这个国际组织上面交换讯息、人员交往，并且呢互通有无，这点是非常厉害的。国与国之间要合作，国际组织或者我们讲这种地区组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石，可以让他们的彼此的合作更深化、更团结。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人会开始紧张。其实美国人为什么想要方方面面围堵这些国家？我们前面的看法，又要拉帮结派，拉日韩，拉澳洲，又要拉对不对？就会发现说，不对，陆权国家、具有资源的国家慢慢集合在一起了。那未来会不会形成我们讲的，不管是东升西降也好，西方势力对抗这个所谓已发展、开发中或者低度开发国家也好，我们还是看到非洲国家，现在非洲国家也有2个国家进去了，像埃及伊索比亚它也进去了，这代表了什么？这个我们早就讲，非洲是黑暗大陆，缺乏资源，但是他们也想要搭上这个所谓经济特快车，运用跟金砖对金砖，他们想要赚钱，他们也需要这个所谓帮助，因为过去非洲总给我们的概念是西方的资源给他们都有条件的，是我们讲传统西方的给资源的国家，他们要非洲国家说你要接受我们的外援可以。你要改善你们的经济条件，各方面的要求都要配合。对，问题是这些非洲国家他拿了钱，他哪管这么多啊？他只希望源源不绝的资源可以进来，所以这一次他们发觉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因为为什么？我们讲新兴的援助国，包括中国大陆、印度、巴西，他们在给援助的时候是非常的慷慨，基本上不会要求你说你要改善你的人权，你要改善你的经济情况，他不会对人家内政指指点点啊。这点就是为什么非洲国家非常希望加入这块大饼的最大原因之一，所以我们要继续看下去。是毛哥，其实一切归根究底大家现在看到的是这个要跟美国传统势力，也就是美国一再强调它的国际秩序，它要掌握在手里头，它不会让人家有机会造它的反。可是呢，我们就看得出来，从2014年就是说从中国大陆的经济它开始茁壮跟向外已经有很强大影响力之后呢，它不断的在说它要做这个离岸的人民币的挂牌汇兑等等
美国就真的不高兴了。那现在推了数位人民币，哎，对，可是呢，美国就开始从那时候开始一路的在围堵跟刚才所谓的制裁就开始了，因为本来这金砖最早4国的时候哈，大家想说，哎，这个我们要联合造美国的反哈，这个很好，可是他就内部讲得很开心，可是谁去给猫挂铃铛呢？哈，讲来讲去到最后，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后开始干这个事情了，那美国就当然知道你赶来我老虎的须，赶来累虎须了哈，这个我一定要处理你给大家看啊，要不然起而效之怎么办？可是呢，这个应对抗又遇上疫情，到现在这么多年拖下来，谁都没搞垮谁，反而旁边的那些金砖跟周边的国家，大家胆子开始大了。哎，老共这样子其实也没出什么大事啊，谁依靠谁，其实数字摊出来，好像是美国依靠大家比较多呢。哦，你说金砖这几个国家，现在金砖5国6国哈，加阿根廷进来，明年是11国呢。啊，这些是人口大国，然后它产资源，有矿产，然后是更重要的是，他们全部是制造大国。也就是说，它是谁养出来的？它为什么只能做这些？就是说，30-40亿的人口结合在一起的，还超过40亿啊。那金砖国家，那它为什么只能从这些矿产业还有制造业开始做呢？因为这些东西是你过去40年来美国不要的。你美国呢，40年、50年前，你们已经开始有工会跟资本家的斗争，所以这些会让你觉得不好处理的制造业，你往海外迁啊？难道我们的台积电不就是那个时候背景的一个产物吗？还包括说环境污染，我不要的往海外迁啊。所以说，很多东南亚跟中国大陆、台湾早期我们的加工、出口、替代等等，都是这些美国不要的东西丢出来。那美国玩什么？美国玩金融啊！这就是刚刚我们税将军讲的，美国人睡着都有钱赚啊，因为他只玩金融，所以你所有钱掌握在他手上。现在这些国家，大家说，那这样好不好？你的钱是钱，我的钱也是钱，我们彼此尊重。我们过去都被殖民、都被帝国主义压迫，我们现在觉醒了，一起站起来了。他们现在是人家的基础是在这里，这是你传统欧洲霸权过去100-200年来所有殖民全世界的受到的一个集体反扑嘛。这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陆权欧亚3块啊，就是说刚才讲的俄罗斯、波斯还有中国3大股陆权强国，现在串起来，如果印度也加盟，非洲那几个大国慢慢的有资源、有人口，慢慢可以用这个金砖模式 copy 去成长，那美国绝对抓瞎了。因为现在大家可以预估得到的是，可能到了2028年印度还可以超越法国或是英国，然后日本呢，慢慢的也要被取代，巴西也上来了。那你去想想看，原先掌握在美国人、日本人、英国人手上这些这么多的财富，他们可以说我们现在每个人3-4万块美金的 GDP 啊，对不对？你这些国家也都平均也才多少，1-2千、3,500了不起了啊！那问题是，如果这些国家他们不用再靠着美国控管的金融体系，而是你的钱是钱，我的钱也是钱，我们在彼此合作跟扩大影响力的范围之下，美国的这个牢笼一旦被挣脱开来，他们的世界秩序就会被改变。所以要用军事和跟其他的外力来做结盟、做干预，未来的世界可能还要再乱一下。美中对抗哦，边对抗还要边谈。马上27号就明天哦，美国的商务部长雷蒙多就要出访到中国去喽。在 Bloomberg 的报道里头特别讲，他的角度是这样的：中国这个时候面临了一连串经济困境，中国的经济很惨啊，所以北京这个时候可能会想要靠美国的帮忙，所以要积极取得成果。所以明天这个访中哦，会为美国带来谈判的筹码，所以访问时机选得相当巧妙嘛。因为之前很多要谈，安排时辰盘不下来，不是嘛？那现在刚好安排这个时间点，Bloomberg说刚好啊，妙极了。例如波音当时采购的很多合约出问题嘛，因为不买了，很多订单迟迟的没有办法交付。现在被说回违4年之后，最新的消息报道是说，这项期待已久的突破呢，有助于波音从史上最严重的营运危机，一夕之间严重的亏损
要复苏了。那据悉最近的交机呢，会在几周之内就会进行737 MAX 的交机的系统。是跟雷蒙多一起过来的时间是搭在一起的吗？那知情人士还有分析，在媒体里面说，波音本个月已经把2架原本中国航空建造的单通道飞机737 MAX 移出仓库，要交付啦。雷蒙多访中有助于推进波音的飞机卖到中国去，继续履行合约或者买其他的飞机吗？那当然，在这当中呢，我们没有忘记的是，最近在国际上引起非常多讨论啊，阴谋论重重，到现在还余波荡漾。也就是瓦格纳的首领，他到底是普里格金，到底是谁杀的呢？美国当然一直不断的在西方媒体的报道里面都认为是机内引爆导致的坠机。那美国怀疑是飞机上炸弹，甚至不是一颗是不是机首机尾都有都放置了炸弹，以至于造成爆炸，而不是瓦格纳说地对空飞弹把它给打下来的。消息指出，普里戈金事前跑去非洲，本来被佐证说，这代表是执行普京的任务啊，没有理由要把它炸下来啊。但是美方媒体说法说，其实是为了阻止俄国政府吃下瓦格纳的精锐部队，才引来杀机。去非洲的目的不是帮普京执行任务的吗？那其中普京钦点的这个灰法，有人说白法，有人说灰法了就是瓦格纳集团另外一个可能2把手特罗舍夫。本来被说在兵变失败之后的5天，有机会在内部会议里面要他直接上来接手，取代组织系统的调度的。那多名的瓦格纳成员听到这个提议之后，都肯定还点头说 OK。CNN 就分析啦，这显示普京已经离间成功，包括普里格金跟资深的成员之间的关系，但现在都已经几乎团灭了，或者是失踪不见了嘛所以白俄罗斯总统这时候跳出来说话了。卢卡申科本来是当中很重要的调停嘛，俄罗斯跟这些瓦格纳的军队他们调停的很重要的一位总统他就说啦其实在我们飞往阿联酋的时候，我就从深层的情报网收到了有人要杀普里格金的计划跟情资所以赶快马加鞭，没有啦，他是用加密电文把讯息传给了在俄国驻阿联酋的大使，叫他传给普京。那么结果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卢卡申科就问普里格金你有听到这个消息吗？收到我的密件了吗？普里格金还回答有，而且是普京亲自警告他的哟，说有人要杀你所以他说我了解普京，普京精于计算又冷静。所以像坠机事件这种手法太粗糙又不专业，不像普京的风格。总之到底谁杀的疑点重重啦，其中这个私人飞机机师没有登机，一直是大家最疑惑的这个漏洞。为什么他被称为是第一嫌疑人呢？他固定会帮他开飞机的，可是这次空难事件的时候，这位私人飞机的机师斯捷潘诺夫居然没有上飞机，然后呢，他反而飞到了这个堪察加半岛之后失联了，不见了，到底是怎么回事？那还有消息人士说，爆炸发生在机尾附近的服务舱，服务舱的残骸在距离机身几公里处被发现之后呢，这个残骸上发现龙骨几乎完好无损，但是调查人员不排除飞机上有2枚简易爆炸装置，飞机甚至在最后一次飞行前还进行了为期10天的检修，表示当然这个普里格金怎么可能不在乎安全问题？经过10天检修还出问题，所以反而是在维修的时候最容易被安放炸弹嘛，将军。维修的时候，飞机大部分的零件都有车开，所以隐藏在任何空间里面塞一个炸弹，外面人看不出来。你一般人给飞机装炸弹，你形迹可疑，马上被抓嘛。而且你在安装的时候，都容易暴露企图。这种维修的时候往哪里放你不知道，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现在大家最关心的是谁杀了这个格雷钦科，对不对？那今天讲良心话，这个部队在俄罗斯全国老百姓心目中间是俄国的英雄，因为在几个大战役里面表现最突出的是他，作战意志最高的是他，牺牲奉献的也是他，打胜仗的也是他。所以上次他搞了个正义游行的时候，旁边老百姓在鼓掌送鲜花，旁边的南方集团司令官热门候选人，对，旁边那个指挥所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是把他扣留呢，还是给他鼓掌？所以普京当初就说你是叛乱嘛，对不对？但是普京跟他私人关系很好，他是以前普京的厨子而且帮普京在
海外在非洲捞不少钱呢，非洲的黄金是由这个部队控制的，所以这个东西哈，要是普京杀的话，这个时机未免你就洗不掉了嘛，自己落入这个圈套嘛。所以这个问题啊，大家在那里胡放消息啊，不如看2件事情。如果这个飞机的残骸是飞弹打的，那你俄罗斯跑不了嫌疑，因为飞弹不是普通人能够点着起飞的去炸的。如果飞机里面的产生内爆，那就不知道是谁下的手，也许外国的情报单位，也许俄罗斯里面不满分子，也许是这个他们自己内部的问题。但是我们在讲哈，这个俄国有没有嫌疑？也有。有啊。绍伊古跟他2个是搞不来的，而且早在他搞叛乱游行的时候，就是绍伊古想收编他的部队。我跟你讲，任何私人部队的指挥官都不希望自己被收编。我辛苦那么半天训练出来有战力的部队被你收编了，那我还算什么？所以，是不是俄国国防部里面某些分子打了这个？如果是飞弹的话，这个嫌疑就最大。如果是炸弹，飞机里面的炸弹爆的，那乌克兰也好，美国 CIA 也好，英国的 M5也好，都有嫌疑，都有嫌疑。但是这个问题对普京来讲很麻烦，如何洗脱自己的嫌疑，如何让剩下来的这个部队能够效忠于你？因为这部队很气啊，我们头子都被你干掉了，我们要不要占领莫斯科？这种声音都出来了。这个对普京的一个有力的部队来讲是很难要把它安定下来，因为这个部队这可贵啊，是跟俄国自己动员来的部队2个是不能比的，因为他的作战意志很高。这个你不要看有的是囚犯，有的是什么，他是爱国分子比较激烈的分子，有些佣兵啊，这个佣兵的爱国国家意志很高，所以他现在找了一个辉法来暂代，能不能很顺利的收拢这些部队啊，是很关键。所以你看，白俄罗斯也很关心，普丁也很关心。所以这会不会是世纪之谜？永远都不知道到底真相是什么吗？休息一下，马上回来。那跟北回来，明天这个时间，可能美国的商务部长雷蒙多已经抵达中国了。那开门的伴手礼是什么？中国要给雷蒙多的吗？最新消息是，中国南方航空订的这可能不止2架啦，先交付2架737 MAX 的飞机已经送到了西雅图的佩斯国际机场，准备要进行交付咯。所以不是只是说，可能预计要几周交付，没有，现在已经2架到了西雅图，准备交付了，代表着一个中方的态度。我想雷蒙多这次访问跟之前的，我想它有一些连续性了。布林肯、耶伦然后刚好美中2国目前的经济情况，我觉得都不太好。因为在疫情后，无实步效百步啦。对，一个有通膨的危险，一个是通缩的危险。然后中国现在内部也要刺激经济。那我想交付这个，当然南方航空多买一些飞机，当然要有助于他们未来国内旅游继续增长，让他们的经济能恢复。我想雷蒙多他这次去也知道两边如果都要面对同样问题，正好是谈判最好的时刻。那未来他们怎么谈？看这次谈出来有什么结果，我不太确定会有什么结果但是美中2国未来在2024年，特别是美国总统大选前，应该会对于商业贸易上面会有多一点点的所谓较为和缓的一个态势。对，那我在讲这个普里科金普里戈金，我一直很好奇，他能活到现在真的是非常有趣。依照这个普丁他自己，我们讲他是这个强人政治，他要控制他这个权力。所以我们在政治学研究这 political survival， 特别对这个政治强人的 political survival， 他能允许他继续生存下去，甚至他可以在白俄罗斯跟俄罗斯间跑来跑去吗？这点我们还是要看几个重点。第一个为什么他还能活着普里戈金没有坐牢，他发起这个叛变呢。虽然我们知道他跟这个普京的关系非常好，而且有人说他其实不是这一次在叛变中最主要的人，他是公关领袖，他负责要钱去收钱。
他真的是对这个普京有恶心的那些人是后面的这军事将领。但是我们知道说，普京对于他的这个手段一定不会手软，因为什么？你挑战我的威信对不对？你甚至可能会成为下一次取代我的人。这一点我觉得，如果我们把这放在这个前提要件来看的话，有没有可能是普京下手？我们就要开始画上一个问号。第二个，有些事不能忍，有些事能忍，有些事不能忍啊，对不对？假如你是对他这个，如果是普京他的想法的话，第二个挑战普京的下场普京曾经多次讲叛徒必须死啊。问题是，如果你真的很快就把他处死，或者想办法把他暗杀掉，你之后引来多大的这个人民的质疑跟民怨的部分，对，而且军队的部分虽然我们知道佣兵，其实佣兵我们刚才讲，虽然他们是爱国佣兵，但是佣兵还是靠前办事，特别是这些佣兵跟普京底下参谋本部、国防部，甚至我们讲了一个西罗斯基，他们都处得不好啊。假如是这样子的话，普京如何要说服现在效忠他的人？你怎么让这个佣兵的人还是可以继续跑来跑去呢？要给我们一个交代。所以，如果挑战普京的下场，那普京不断的想要释出一个稍微不要那么恶意稍微善意的对 Prigozhin 稍微善意的做法，但是我们也可以猜想到，挑战普京的下场可能也不会是这么好了。最后一个 Prigozhin 死了对谁有利？这点我们要知道，不然他为什么会死？假设他死了，假设我们现在说他死了对谁有利？就刚刚我讲了，其实 Prigozhin 他自己，包括他自己的整个声望，还有他这个瓦格纳的这个声量，甚至他会打仗、会战斗，现在可能占据白俄罗斯，但是大家知道说哪一天会不会再回来挑战总统大位？对，再回来，那我们这些曾经帮忙普京的人，是不是包括这个国防部长绍伊古啦，甚至像底下我们刚才讲那些安全部门的人、保守派的人、鹰派的人，跟他不合的人，对他们一定会在普京旁边开始，你要好好处理这个。所以，当然我们这个可能从一个比较阴谋论，从俄罗斯内政方面来看我们可以去看这东西，但是到底他有没有死，谁杀的，我们还是要画一个问号。会不会是世纪之谜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我们在讨论瓦格纳、普里克金到底是谁杀的时候，大家都否认克里姆林宫第一个否认但各家不同的分析，毛哥又怎么看呢？是，其实就像刚才浅秋一直在讲就包括美中又要做谈判，然后俄国怎么又出了这么多事，其实这些都是大国博弈的内容了我反而会用另外一个思考点来看普里克金，或是说俄国的这个状况。另外一个思考点，大家参考看看，就是说。国际阴谋很多了有没有可能是这也是一个讯号？我们在看俄乌战争有可能要走向结束呢？因为瓦格纳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挡在那边的一个大石头他一开始是开战的时候，这个我们知道所有难打的、攻不下来的山头都是他们去弄这个故事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了包括说以前美国有一部电影，也是小说《猎杀红色十月》，就在讲俄国的叛将等等怎么样的。那最后要假装制造一个这个潜艇假的爆炸，然后掩护真的潜艇被美国弄走，然后也都叛将了。中文的状况，他到底你说他现在是生是死，我们姑且存疑了但如果是真的，那你去想另外一回事国共内战的时候，戴笠的飞机也是打下来了。戴笠那个安全更严密啦，而且谁能够杀他？他为什么会掉下来？对不对？中间也有后来大家抽丝剥茧也讲，有可能是国际阴谋，而不是他单方面的一个状况。所以说你在看这种重要人物他的状况，也另外一种说法不是说他有可能是不是假死，像那反而像电影 Mission Impossible 一样带个以后一定会被拍成电影，对不对？又怎么样？你也不知道，但是就是说。你种种去抽丝剥茧的，真真假假了，里面很多东西。但是我观察，我个人会观察的是说，俄乌战争有没有可能在这件事情之后，慢慢的其他因素浮出来，然后俄乌战争会走向要画句点了吗？我目前是真的在观察这个东西。